妹妹怎的这样不乖？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白宗之，不要！微凉的纸，清冷的月，红霄帐暖，满是阴影。我那高高在上的兄长要拉我入深渊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小姐，又做噩梦了。小姐自去望安寺祈福，回来后便时常梦魇不得安睡。我去报老夫人，寻个大夫给小姐瞧一瞧吧。采薇啊，我妻小寄人篱下，还是少为叨扰祖母。过段日子，自己便好了。清堂妹妹，我带了灵芝来给你探病。二公子，感谢景明哥前来探望，只是这灵芝太过贵重，清堂不便收下。采薇，看茶。二公子亲自送药，你这般拿瞧做给谁看？还不赶快去入药！可还不快去！妹妹，你身子不爽，我略通岐黄，要不给你瞧瞧？景明哥自重，这样于理不合。清堂妹妹，我信任你已久，莫要拒绝我。景明哥哥，老夫人，二公子又带行路进仙学院了，求你救救我家小姐吧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日许多时，海棠花也该开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！行路腹中已有了我的骨肉。可祖母执意让我娶了正妻之后再纳妾，我这西院里刚好缺你这么一位正室，我诚意来求娶，却有人不识抬举。妹妹早晚要嫁入西院，不如早些学学闺中之道。你我姐妹二人共侍一夫，岂不美哉？你们这么做，就不怕被祖母责罚吗？祖母此刻恐怕正帮我们挑选大喜的日子了吧？我不嫁！这什么东西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衣裙皮肉，哪个不是裴府施舍给你的？就算你的清白给了我，也抵不过裴府给你的赏饭之恩。二公子，你快住手！大公子下旨回府了。小姐，沈清堂，你逃不掉的。这裴府没人能救得了你。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别难过，肯定有转圜的余地。采薇，大公子，他当真回来了吗？大公子要回来了，都打起精神！公子素来喜庆，门庭要整洁，赶紧掌灯。是。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大公子可要先去找沈姑娘。院里人说了，二公子白日里去过沈姑娘那儿。他不喜血腥味，我换身衣裳再去。是。
灼灼桃花静静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，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。是悲是喜，是转念成空，又怕消失于指缝，缘来缘去都一样匆匆。夜梦中可是你的面容，怕只怕流光似一场梦，痴人啊，为谁情深意浓？而桃花又何必笑春风？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怎么又不穿鞋子？听闻哥哥下旨，一时间着急。冒冒失失的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夜深路重，你身子弱，当心落下便干。而桃花又何必笑春风？兄长少年重臣，年纪轻轻便担任首辅之职，裴家一门荣辱皆系你身，定然身心乏累。清堂无以相帮，这香囊是我亲手做的，可以驱脾醒神。无事献殷勤，有事求我。祖母有意将我嫁入西院，我不想嫁。兄长在家中为嫡为长，向来最得祖母器重，可否帮清堂退了这许亲之事？这些年，妹妹也是知道的。求我办事，报酬可是很昂贵的。你拿什么跟我换？清堂明白，凡兄长所愿所想，只要清堂能力所及，我什么都愿意交换。什么都愿意？什么都可以，我可立字为据。可我若说不让你嫁给裴景明的条件，是做我的女人呢？哥哥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从不与人开玩笑。可是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兄长，我们可否换种交易？你还有什么能交易的？沈清堂，你莫不是忘了8岁那年，你已经拿你的一切换过让我救你一命。说，拿个破锁就敢来讹诈裴家？我没有讹诈，祖母与裴老夫人曾是手帕交，我家人都落难过世了，请裴老夫人收留。去！开门！好使点，还能给你卖个好人家。在我裴府门口干什么？裴大公子，我闺女她不听话乱跑，我教训她呢。快走！快走！我不是他女儿，我是沈家女。走啊！求你，求哥哥救我！姑姑，滚！
裴家从不收无用之人。你要我救你，你能付出什么？一切，我愿付出我所有的一切。从此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我护你安乐无虞，你只能忠心于我。若非死别，不背叛，不相离。沈清堂痴心妄想，今日的话，哥哥只当是没听过吧。沈清堂，你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连你的命都是我的，你还想逃到哪里去？妹妹怎么这样不乖，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不可能，那只是梦。祖母约定的婚期还有半月，那就以此为限。你若点头，我会继续为你摆平这一切困难。与你所想，同这些年一样。但你若不肯，你嫁去西院的事，我绝对不会插手半分。小姐，大公子他对你也有情，这或许是件好事呢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情谊不过是下一个火坑。我绝不会答应他，也绝不嫁去西院。行路姑娘，今日怎么不见景明哥哥跟你一起啊？怎么这么着急勾搭景明哥啊？别忘了你是个克死爹娘的扫把星，即便能嫁来西院，也只配给我做洗脚婢。你不过是仗着肚子里的孩子，才能够在西院里小人得势。可你干的那些无媒苟合、珠胎暗结的阿杂事，就连风月场里的继子都做不出。我虽然是裴府收养的孤女，但是想收拾你们母子，有的是办法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敢谋害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？小心我告诉景明哥！说，谁派你来暗杀首府大人的？说话呀！你的妻女在我手上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口求饶的机会。你这小小之徒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现在说的每一句无用之言，你的妻女就会断一根骨头。平南王派我来暗杀你的是平南王，他说你是当朝野心帝臣，权势过甚，终有一日会为其过早。大人，卷宗上写，此人一介草莽，谋财害命，自尽而亡。是。大公子不好了，府里走水，沈姑娘出事了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沈姑娘不会呛死在里头吧？哎呀，先灭火要紧，你管那不得宠的主干啥呀？走走走走！沈清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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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堂。
小姐，小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清堂自己不小心误碰了杂物间的烛火，是行路，肯定是行路把姑娘锁进杂物间，故意纵火的。你们贤学院少去口喷人！我也看到了，就是行路姑娘。今日我上职，路过杂物间时，看到清堂姑娘被推进杂物间，是行路拼命抵着房门不让她出来。之后不久，杂物间就突然起火了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，我没有。我家小姐并非痴傻，她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锁进去呢？定是近日府中流传说要我家小姐嫁入西院，行路这才记恨我家小姐，故意放火的，还请老夫人和大公子为我家小姐做主啊！老夫人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仗着这张无辜娇弱的脸，欺骗了你们所有人，他就是个疯子，迟早会把裴父给害了。我看有些吓人，还是嫌自己的命太长。这种空穴来风之事，都敢王口拔舌，肆意攀友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杖毙吧！什么？行路腹中也怀有裴家骨肉，怎么？此等小事不值得闹出人命来。沈清堂是我当年亲手带进裴府的，她就是裴府名正言顺的贵女小姐，是我裴从之的人。日后若是有人趁我不在，再敢对她心生歹念，你们知道后果。所幸今日并未出大乱子，还不快带清堂去治伤？此事事出有因，还未得结果。将裴景明还有他的丫鬟全部押入祠堂罚跪，未经我的同意，不得擅出。是。智商看着着实可怕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呀。小姐，我明明移走了那些酒罐，怎么火势还是这么大呀？这伤是我自己烫的。啊？这局要做就得做绝，火烧得越大，越能让众人知道行路心机歹毒，不能相处。老夫人才会对裴景明的亲事有所忌惮，短时间内不敢再逼我了。老夫人，二公子已经罚跪半夜了，大公子还没发话，都怪行路那丫鬟坏了事。原本就算大公子再偏爱沈姑娘，他也不好明面上驳了你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怕是会落人口舌。我没想到从之竟会这么惯着一个养女。沈姑娘一向谨小慎微，若往后恃宠而骄太过，恐怕更难为你所用。还疼吗？清堂无事。我看看。真的没事，多谢今日兄长相救之恩。我记得妹妹原先不是这么会算计人的性子，这便是妹妹想出的脱身之法。果然，什么事都瞒不过兄长的眼睛。你擅长调香、弄火，懂得如何事大而不致命。这个办法实在是愚蠢。我原本以为妹妹只会对我狠，没想到妹妹对自己也一样狠心。若是下次妹妹要杀人，那是不是也先往自己身上捅一刀？清堂只能如此。沈清堂，
从你8岁入府，答应我誓言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我的人。身体发肤，千玺无疑都是我的。你怎么敢不经我同意，以身死去？青堂对于兄长只有兄妹之情，救命之恩，青堂可以尊你、敬你，但是我们之间无关风月。你要干什么？裴从之，你对我无情，可我对妹妹的情，妹妹好像一清二楚，甚至为你所用。既然你利用了我，便得偿我。裴从之，放开我！裴从之，是青堂思虑不周，还有半月，容我再做思量。好，那我就等着妹妹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看来唯有摆脱后府，才能彻底自由。这怎么又有一道新伤啊？方才只有大公子来过，可他不是一向最疼爱小姐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可怕啊？他从来都是最可怕的那个。15岁的雨夜，只有我看到了传闻中被贼人刺死的裴大人，究竟死于谁的剑下？我不会说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背叛你的。从此我明白，任何人都只是裴从之的棋子，我也不能幸免。姐姐，姐姐，哎呦，你可担心死我了！哎呦，府中走水那几日，我陪母亲去了望安寺小住，竟是没能看护住姐姐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休养了几日，已经好了。太好了！今夜宫中正好有中秋夜宴，姐姐陪我去散散心吧。我素来很少出这院子，还是算了吧。去吧，姐姐。这宫宴啊，可是高门贵族的相看宴，京中有学名才识的好儿郎都会去。多少女眷想在今日觅得佳婿，可我除了太子哥哥吧，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个从之哥哥是个死鱼脸，他只会管我休息，不会管我快活。你就陪我去吧，姐姐。那你先跟我说说，都有哪些名门公子会去？容我想想。撤！平南王府家的燕城世子，当真是风流倜傥，气宇不凡啊！除了那裴府的裴大首府之外，这偌大的李朝，怕是无人能及他的风采了。是燕哥哥，燕城哥哥果然从边关回来了。
你这风流小马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让你如此唐突。燕城哥哥，你也来啦？你请。是啊。姐姐慢点。燕城哥哥。子期。这位是？怎么去了趟边陲，连青堂姐姐都不认识了？小时候捉了虫子，把人家都吓哭了，你忘了？青堂见过燕城世子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跟在丛枝身后的跟屁虫小哭包，没想到现在出落的跟仙子一样漂亮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吓坏妹妹了，还望妹妹千万不要计较。世子言重了。哎呀，宫宴将开，我们快些进去吧。走。哎，我与你们同去。请。冲撞了世子，奴婢该死。是我寻人心切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世子殿下，你胸口被打湿了。世子殿下。青堂妹妹不必生疏，还是像儿时一样唤我燕城就好。燕城哥，这些年在边关，想来很是辛苦吧？男儿戎马戍边，岂能言苦？况且边关可比京城有意思得多，风景更是壮美。真的吗？我很少能出家门，更别说去边关了。想来很是向往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一得空了就去裴府找你，跟你多讲讲，如何？好。我弄脏了妹妹的帕子，还是洗干净了，下次再还给你。一言为定。好。遍寻不得，原来在这里，叫我一通好找。怎么，堂堂首府大人，却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妹妹与别的男人交好，不能与她亲近？公主眼拙了，臣只是在看乌云遮月。你既无他想，本宫正有意请皇兄成全燕城世子与青堂妹妹的亲事，青堂妹妹定会欢喜。这是裴府的家事，不劳烦公主操心。本宫就见不得人受委屈，偏要成全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那自家妹妹，为兄定会相护。护得了一时，你以为能护得住一世？那且试试。裴宗之，你怕不是忘了父王许过我们的婚约？临川城来的破落户还是皇家良配？你怕不是到现在还分不清吧？分不清的，怕是公主殿下吧？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青堂妹妹，这里憋闷得紧，不如我们去花园叙叙旧，正好给你讲讲大漠风光。好。那我去院内等你。事到如今，高驾远走，未尝不是脱身之策。
沈清堂，你的考虑就是去外面勾引别的男人，仗着我对你的纵容，你越发得寸进尺了。所以，你宁愿去求助和相信别人，也不肯向我服软。你到底所求什么？到了当嫁之年，清堂还能求什么？不过求一个可嫁之人。嫁人？我允了吗？有我在，你何须去找别人？不允又如何？难道哥哥要为了我退了与昭和公主的婚事吗？看吧，哥哥连自己的婚事都主宰不了，又何苦来勉强我？若我偏要勉强呢？沈清堂，我心悦你，与我的婚事有何干系？所以，哥哥说心悦我，却并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，是吗？你在乎？不在乎。我不是从来也不配在乎吗？婚事并非儿戏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还有，燕城世子并非良配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与他来往。平南王近日班师回朝，说要在京中贵女州为儿子燕城烙一桩好婚事。平南王所求，绝非如此简单。我与燕城世子一见如故，我就是要嫁给他。沈清堂，你不如再大声点，告诉你那一见如故的燕城世子，你我如今是何种情状？回去。清堂见过昭和公主。你脖子上这是什么？许是蚊虫叮咬留下的痕迹。哦，是吗？不日与云国的大比，清堂妹妹可要来参加？我看你与燕城世子交好，正好你们一同前来赏玩。公主相邀，清堂定然前往。那臣女告退。沈清堂，我会让你后悔招惹了他。你笑起来，原是最好看的。但这笑容，我也是许久未见了，久到我都忘记妹妹原先是一个心性无染、婉尔纯真的姑娘。
你已是裴府的小姐，何须在这掷香会散？有我在，足以让你一生无忧。可我不能一辈子都依靠着哥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离开裴府，自力更生。离开？我竟不知妹妹何时起存了这样的心思。妹妹的生辰祈愿里是从何时起？没有我的。自是从懂得男女之别，懂得自由，懂得尊严开始。自由？你休想离开我！你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裴从之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们只能是兄妹。我要的可不只是兄妹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。你妄想！你只能在我的掌心里生死沉沦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都必须离开这里。青檀妹妹，燕城哥哥，昨日我在院中等了许久，却未见青檀妹妹来，我还以为是你厌弃我了。燕城哥哥这般好，我怎会厌弃？是青檀不胜酒力，先行回府了。还望燕城哥哥莫要介怀。我怎会介怀？只要青檀妹妹还愿与我相交就好。啊，这副袖剑方便你随身带着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可以替我护你周全。多谢燕城哥，我定会日日带着。想必那便是裴家养女沈清堂，果然一副好姿容，无怪乎我儿为其倾心呢。平南王是从何时学的以子为饵的微末手段？不知是何居心。裴大人，什么以子为饵？分明是郎情妾意，本王乐见其成。本宫亦早有此意，既有父母之命，那本宫就来做个谦和的媒妁。长兄如父，我自会为清堂寻一门良缘，无需他人插手。多谢赐教，承让。恒国勇士上！好，陛下，刚才比的都是你们擅长的招式，你们的勇士敢不敢比一比我们云国的招式？噬心鞭，噬心鞭。皇兄，这噬心鞭是将掌鞭者的挂心人之物为靶心，一较高下。听闻燕城世子善使长鞭，正好借此机会扬我国威。燕城世子的心上人正巧也在现场，清堂妹妹，你可愿陪燕城世子一同参赛？臣女愿意。裴大人可要为令妹求求情啊！不需要。看来他在裴大人的心中也不过如此啊。青檀妹妹，你可信我？自是信的。为了你，我定要赢。
快看，有灵火！青桃妹妹，你还好吗？严惩世子，此事因你而起。若你无能，就请离他远一点。青桃，青桃，陛下，靶心之中有灵火，怕是有心之人想借此之事挑拨两国关系。臣恳请陛下终止比试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允了。我带你走。青桃，我自己可以。拿来。这是御赐的良药，一会儿便可缓解疼痛。你可知，方才我若晚来半分，你连同那件衣服都会化为废灰。可哥哥明明知道此事是昭和公主所为，还故意纵容她，不是吗？若非如此，你怎知那严惩根本护不了你半分？昭和公主是因为哥哥才屡次针对我，哥哥倒不如与我保持距离，做回一对寻常兄妹，早日娶了昭和公主，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娶别人？哥哥与公主的婚约是皇家御赐，轮不到清堂来知会。但他依你而针对我，哥哥若是不早日娶她，便是把我当做他仇怨的靶子，这样的鸿门宴便会不止不休。我说过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若是你答应，即便是御赐的婚姻，我也会设法取消。青桃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劲，这林凡中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要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别碰我！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，留步！严惩世子，怎么，他便可以，就我不行？妹妹倒是真厉害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心愿严惩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堂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白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小姐，在家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大公子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白宗之，你
你远比裴景明更叫我害怕，我一定得离开裴府，离开你的掌控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青堂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临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青堂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青堂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，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，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。不若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公主，好，起来吧。好了，妹妹，万望这花露有效。青堂，谢过公主。昭和突发毒疹，无法见人，是你做的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院的行路？东宫若施法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闪躲，青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青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
我都能为你做到。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浮云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，手之掣肘。手没事，腿呢？脚呢？我没事了。我看看。燕城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那日之事不怪你，燕城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来，风烈追星滴弄影，双提竹电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燕城哥哥，多谢你，这灯我很喜欢。啊，你喜欢就好，往后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期着子期姑娘嫁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怕也是不同从前了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清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终究无法改变，平南王当真能同意？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她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锐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燕城哥哥，你刚才所愿所想，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？清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了，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无需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
费尽心思让采薇把燕城引进府，又掐好时间在老太太面前上演一出郎情妾意，妹妹好手段。兄长过誉了。论算计人心的本事，清堂不及兄长的万一。可是从前，你并不是这么精明算计的姑娘。这样的妹妹，我很不喜欢。是不是没了燕城，你才敢学乖？燕城世子至纯至善，还希望兄长不要将他牵涉进你我的矛盾之中。纯善，你对燕城到底了解多少？不多不少，但足以托付终身。妹妹还是单纯，相信这走马观花、稍纵即逝的情谊。不要！你烧了这灯又如何？他从来不会像你这般逼迫我、囚困我、侮辱我。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比你好100倍、好1000倍。沈清堂，放开我！你管这叫逼迫、囚困，不叫爱？这不叫爱。你把他送你的袖剑变成伤害我的利器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妄想嫁给他。小姐，记名已逝，因大夫人常年信佛，须得择吉时于祠堂摇签，向祖宗请示询告才能定下。采薇，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那我陪您去祠堂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小姐，这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季谦落下了。我已经换了前文，只要你配合，废除记名。我凭什么要让你如愿？你从小亲情保护，让他快意无忧长大的裴子期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你偷情生下来的孽种，你觉得他会好过？入宫为妃前，若是此事被揭穿，你觉得又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果然同你那短命的父亲一样，卑鄙无耻，不得好死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不正与我们相配吗？你以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费尽心思只求你多看我一眼的傻子吗？若不是裴玉当年巧取豪夺，我怎么会与爱人分离？若不是因为怀了你，我怎么会此生都被困在这囚牢？你们父子害我至此，你也别想好过！
在裴府，谁都不得安乐。那裴子琪又有什么资格可以独善其身？互相折磨，生不如死，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如今只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你以为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就会感激你、爱上你吗？你如此千方百计地困住他，他只会恨你。我看的就是下一个我。母亲放心，我不会是父亲，而他也永远不会是你。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明日记名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我来帮你。受伤了！救老爷的火箭，快救老爷出来！又出人命了！快啊！可沈清堂，你别忘了，15岁那年，是你亲手帮我毁尸灭迹，与我共同撒下这弥天大谎。我是你的帮凶，但那是我求生的本能。那时，你分明对我也起了杀心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还能苟活至今吗？我以孤女的身份入府，从小无人可依，必须做小伏地，察言观色的去讨好府里的每一个人。我明知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可是我胆怯、懦弱，无力反抗，我只能听话的做一个顺从的好妹妹。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真的已经受够了。我原本以为，你与我一同承担着恶果，瞥见了我不堪的底色，就可以接纳我。15岁那年，你我生死共命后，你在我心中早已不是妹妹。可如今你却告诉我，你憎恨我至今。沈清堂，你原本可以骗我一辈子，何必说出来找死？若是此事让你情思错起，那今日我便与你说清楚，我们之间绝不会有爱。沈清堂，是你一次次背弃我，逼我强求于你。我要给你多少次机会，你才肯认命？你的心中早已千疮百孔，而我这一路走来也是如履薄冰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注定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。不如就此放手，可以吗？妹妹不会还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嫁人吧？海棠花，
卓玉芝的气味，妹妹可还熟悉？那场梦，妹妹可曾记得，我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你的梦中？1个月前，去望安寺祈福的路上，我们同住一家客栈。小姐，这间厢房地处幽深，怕是会有不少蚊虫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的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这会儿小厮便去睡吧。香到了，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我的母亲彼时正和她外逃那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一味香。这么烈的药，现在的客官玩的可真疯。那夜，小厮送香却送错了房间。客官，你要的东西。我本以为妹妹调香多年，多谢。会有所察觉，不会出事，故而不愿插手我母亲的那些丑事。哪曾想，妹妹却是失察，中了那香。青桃，青桃，帮帮我！我去给老天使。求你帮！是你借着药性，那药性太重，妹妹不得清醒，错把那一夜当成了一场梦。那我们是否已经……妹妹如此伶俐，何不自己猜一猜呢？姐姐，姐姐，燕城世子亲自来迎亲了。什么？可我如今已经成不了陪府嫡亲的姑娘，她怎么会……哎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随我去就是了。哦，这个是母亲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心中亦为求出那样的胸签，坏了你的记名而感到愧疚。姐姐千万不要怪她。此事乃是天授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
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嘿，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于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做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输于任何世家闺秀。清堂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。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姿势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我才是裴府的主人，我自是要先问过清堂的意愿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吧。清堂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弱冠未娶，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二妾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兰因絮骨，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兄都是你的退路。怎么了？承蒙世子厚爱，恭清堂无福成婚。清堂，清堂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呀？清堂自知身份低微，且命前有命中待客，无法以嫡女的身份继命。我这种人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却要毁了两家世代声誉。清堂不愿背负这样的负累恶名，不如知难而退，就此作罢。燕城世子，对不起。西安王有梦，神女无情。清堂既已做出选择，世子还是另选其他闺女吧。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你如何把你抱紧，多怕一缕春风轻轻从之，我与清堂妹妹情投意合，她今日拒我，定是她受了什么委屈，有她的苦衷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我裴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能。既是我裴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在，送客。是。
竟跟陈烨逃跑！放开我！妹妹怎么又这样不乖？裴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操弄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怨气难灭，有名无万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怨气难灭，有名无万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难道我这一生都逃不开他的掌控吗？喝出来的麝香味儿，江淮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我要感谢他，给了我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大夫人只因自己半生机遇难平，便要拉着我一同下水吗？这支发簪是大夫人托子期相赠于我，可其中却藏着能治女子不孕的麝香。子期心思单纯，想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只能是大夫人。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这缺德事？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增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，做出如此有损阴质之事？何必拿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吧。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，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脸来智慧于我？我与他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清堂支持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竟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从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谁？您放心，刚送来的新鲜货，水灵着呢。是。哎呀，小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裴府的小姐。小姐，来到了花楼，你就是继子。我请你好好服侍大爷我，你能少受点罪呀！
干呀！你谁？阁下方才救了我，想必是与那浪荡之人有所不同。我是裴府的小姐，若是求财，救我出去之后，多少钱财都可如数支付。没想到会让你遭受这无端的羞辱。雅千雪，真的是你把我劫至花楼，又是你的计谋吗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走吧，即便是烂在泥沼，也不用你假意来救我。不是我。青桃，世子，我来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怪我不好。是我自己命不好。燕城世子，以后莫要再来寻我，全当是从未认识过我吧。你可是怪我没有护好你，所以才受了这般委屈。我今日流落花楼，青羽注定会被毁。我配不上世子，世子应当去寻一个门当户对的清白姑娘。在我眼里，妹妹就是这世上再清白不过的姑娘。女人的清誉，从来就不在这罗裙之下。燕城，没事了。今日的遭遇，你若不想说，我永不过问。但我燕城就一句话：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燕城此生非你不娶。没事了。裴宗志，你竟敢伤他！母亲竟敢动我最在意的人，那就让你也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。你那奸夫的命就握在我手里，你好自为之。我就是要让你有失所爱。敢有下次用失所爱的人，将会是你。姐姐回心转意便好，能嫁给燕城世子，是皇城多少女子求之不来的福分啊！他待你真心，你便珍惜，切莫因自轻错失这良缘。听闻姐姐去了趟望安寺，中途改道去了哪儿，受了风寒。我没事了。姐姐要精心调养着，万不可影响成婚啊！我当真是心疼姐姐，但平南王府本就是君胄世家，对门楣身份没京中权贵那般在意，
姐姐嫁去他们家，是顶好不过的归宿。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被掳去甜水巷花楼，影响成婚。去平南王府，不只是好归宿，更是能救我摆脱囚笼的生路。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祖母却同意她嫁给一个外人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竟还惦记着那个小贱人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个疯妇，发什么癫？你敢为了他打我？打死你这个疯女人！沈清堂这个小贱人，都要嫁人了，还勾着裴景明不放，我定要狠狠的收拾他一遭。我丈夫在燕城世子手底下当差，这2日同我说了一些秘趣事。咱们府沈姑娘在去望安寺途中被掳到了甜水巷花楼，还是燕城世子亲自带人救出来的呢。哎，你别胡说，若是咱们姑娘真落到过那种地方，那平南王府怎可能还来下聘礼啊？许是世子被他勾了心窍，也不一定呢。属下派去灵川的人来报，清堂姑娘的母亲并非死于瘟疫，其颅骨处遭受重击，骨骼碎裂，瘟疫只是掩盖其死亡真相的托词。另外，在沈夫人的身上还发现了这只发钗，果然是前朝所制。据说是前朝皇帝淑妃之物，仅此一指。若前朝皇帝病逝之时，将宝藏藏匿之处告诉过淑妃，那平南王为何暗中调查清堂？为何纵着燕城接近清堂？便有了答案。清堂的身上定藏有宝藏的线索。采薇，帮我擦身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不能这样。那这样，裴从之，花楼、金印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你如果现在非要迈出这一步，我定会与你玉石俱焚。明日，我的准夫婿是燕城，不是你。你那准夫婿，可如你我这般亲昵？如我这般，知你身上悄悄藏着一朵紫青。藏？你说藏？我身上的刺青自小便有，若你我真的有过肌肤之亲，怎会此刻才注意到？裴从之，你骗了我！妹妹如今才知道，倒不算晚。沈清堂，那晚你虽中了内香，但真相却是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裴从之，帮帮我！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。
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。是悲是喜，是转念成空。我要的是有一天我明媒正娶，你心甘情愿。你明明没有，为什么偏要？即便那日我未曾做过什么，可时至今日，你我之间还算得上清白吗？为何不算？如果你真的不在乎我的感受与意愿，大可以在当时便让你我之间无法回头。可你终究没有这么做，不是吗？裴总之，即便我成为了燕城的妻子，往后余生，我也还是会以妹妹的身份，真心为你祈福相助，盼你也可以找到厮守一生之人，就让一切回到正轨，好吗？沈清堂，我就想知道，这些年在你心中，可曾对我有过半分喜欢？真把自己当大小草！滚！我也曾全心托付，真心信任过，可是于你而言，我究竟是什么？是你控制欲下的玩具，还是不如你愿便可杀之弃之的工具？我们之间，即便有情，又如何抵得过家世门第？与此婚约，我无疑的恐惧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没有，我对你从未有过半分感情，更谈不上爱。就算你不爱我又如何？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你。我在家中等妹妹回来。采薇，还有多久到？快了，过了这个路口就是平南王府啦。一定要顺利啊！新娘子到！采薇，小姐莫急，我去前面看看情况。半天不开门，一定是真的，这裴府可要颜面扫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平南王府退婚了。不可能！燕城世子向我裴府下了聘书，许我家小姐明媒正娶之诺。平南王府凭什么出尔反尔啊？我们要见世子！开！沈小姐做下什么你们不知道？沦落到甜水巷的女人，如何配为世子妃？赶紧走！真的事儿啊！这姑娘可把我们家的名声送毁了。要不然让别人怎么样吧？谁会有？就找个忙行，有错了。这还想当太子妃啊？我先记住这。小姐，他们不让我们抬轿进府，说是要退婚。沈姑娘还是请回吧，
退婚帖不日便会送去裴府。我与燕城世子约好了，今日成婚。他亲口求娶，即便是不娶了，我也要等他出来，亲口与我说明。母亲，吉时已到，青堂妹妹还在外面等我，你快放我出去啊！这样大的事，你怎能瞒我？母亲，我没有。甜水巷当日，我亲自去救的青堂妹妹，我可以作证，她是清白的。况且她也是受了无妄之灾，我怕您多心才没说。怕我多心？你是怕我知晓了不肯允这门亲事吧？今日我既知晓，是断不可能让你娶这样的世子妃进门。把她给我关进祠堂。母亲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不准出来。父亲，你帮帮我。母亲，你别让孩儿怨恨你。母亲，我宁愿你怨恨我一辈子，也不要你在别人的耻笑中过一辈子。唉，怎么？你还觉得惋惜？若你一开始便听我的，为晨儿寻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就不会有今日的闹剧。怎么就传出去了？今日之后，若他还是不消停，惦记着那裴家女，你便带他回边关，好断了他这门心思。好。岁月无声，看花开花落几许？庭院深深，藏多少忧伤孤寂？见过众生，见过天地，而为何今日这亲事，非平南王不娶，而是我裴府不嫁。日后，若是我再听到有人敢妄议此事，休怪刀剑无眼，惹祸上身。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，被蛊惑的心回家，看得仔细。跟我回家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、怨你、恨你、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都怕一缕春风惊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我已经声明，是我裴家不愿与平南王府结亲，退了婚事。凌波不渡，四溪障泥。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了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我所有的挣扎，在你眼中都很可笑吧？我怎么会觉得你可笑？妹妹是个聪明人，
如若不撞一撞南墙，永远不会甘心。你不想死，你曾经与我交易，用你的一切让我救你。如今你想活得更好，又要拼了命的逃离我身边，你还没有达成目的呢，怎会甘心就这样去死？但像我这种生命尽毁的女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难道我不是你的退路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迎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我早该明白，你想要的，从来都是我俯首称臣，心甘情愿。就像现在，我认命了，求哥哥救我。我要的就是你的心甘情愿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再也不敢忤逆哥哥，求哥哥怜惜。裴总之，妄念不得，都开始在梦中求了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迎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哥哥总是这样。但我不是鸟雀，我是一个要自由、有尊严、活生生的人。我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在这个深寨之中作为你的玩物，撩此残生。妹妹不想做笼中雀，竟要当林中兽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会将你的利爪一根一根的扒去，将你全身的傲骨一根根的亲手嚼碎。裴总之，
就真的宁愿寻死，也不肯应了我？哥哥总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可是这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至死也不会如你所愿。沈清堂，你可以讨好所有人，为什么不肯顺着我，爱我半分？或许因为我跟哥哥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坏，一样的睚眦必报，一样的算计人心。我们这样的人怎配谈爱？所以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是吗？我们之间从头到尾都是错。我知妹妹心冷绝情，可以在这个世上没有半分牵挂。若有一天你真的敢死，你所在乎的人裴子期、蔡薇，还有你心心念念的燕城，都将为你陪葬。你，即便是错的，我也要留你在我身边。生相违，死相依，生死不相负。公子是怎么了？无事。是清堂姑娘吗？您还没与她说清。白日里的流言不是您干的，甚至白日里您还为了她跟老夫人起了那么大冲突。人手已经安排好了，保证今日婚礼见了血光，无法照常进行。好。今日关于小姐流落甜水巷的事情，不知被谁传了出去，在坊间流传开来，说的难听。看来不想让今日婚礼顺利，不止我们。出嫁当天传出这般丑事，即便是退婚，又如何挽回裴家颜面？今日就算他死在外头，也不许回裴府。祖母，清堂无论生死，都是我裴府的人，也是我的人。你个孽障，竟然为了一个养女失了身份！把聘礼全都给我放下！抬走！走！公子也是一番苦心，为何不让姑娘知道，还生了嫌隙？在他眼中，我所作所为皆是卑劣，又何必让他动我？只是此事一出，日后沈姑娘在裴府的日子，怕是更不好过。流言一事，你去查查，到底是谁？是。河水，来日方长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一个女子垂头丧气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？什么来日方长？我若去了边境，必定3年5载，我哪还有机会再见到清堂啊？我看你就是个阿斗脑袋，10几年的兵书都白读了。《孙子兵法》36册，第8册，背。我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父亲，您是允我和清堂私奔啊？好了好了，稍安勿躁。眼下你娘盯得很紧，你须得过些时才能回来。是，
父亲。小姐，他们欺负人！谁欺负你了？我是心疼小姐。这几日我们去老太太那儿成婚定亲，她是日日不见。现在账房又要克扣咱们的月钱，哪有这么不给人活路的呀？那流言的事情又不是您的错。是啊。还有那大公子，平白无端的送2个门神过来，难道他也不相信小姐，不想让你离开这仙学院吗？采薇，若是他不派人过来看护，我们这仙学院，说不定哪天就会传出我蒙羞自缢的死信来。小姐，咱们离开这裴府吧。谈何容易？裴从之，你派人看护着，让我死不了，却也不多一份帮助。你是在等我先低头去求你？采薇，我想要配一副可以安眠的沉鱼落雁香，你那儿还有备料吗？有，还有很多呢。好，那就孤注一掷，全都用上。采薇，把他们捆去偏房，再放出风声，就说我们仙学院已经被裴府长家人彻底抛弃了。你们不能进来！这是干什么？仙露，仙露，小姐，行路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你如今不过是个有辱门楣的破鞋，我的名讳岂是你能叫的？我是裴府的姑娘，又何叫不得？就你这副残花败柳啊，早就一支玉臂万人枕，一点朱唇万人尝了，还把自己当做裴府大小姐呢。花瓣胖子，裴景明送的吧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裴府里，用你这淫贱身子再勾搭几个男人翻身。裴景明愿意在我落魄时凑过来示好，那是他的事情，管不管得住你的男人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走，那我便送你一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沈清堂，今日我为你设计了一出好戏。裴府养女因花楼失贞沦为破鞋，羞愤之下饮酒自醉，溺死于澡桶，好叫人生前把你的身子睡烂，死后也能看到你的大好风光。我今日来是老夫人授的意，你就等着陪葬吧。沈清堂，沈清堂，小姐已经去了，大夫说气息全断，回天乏术。
逝者为大，还请大公子不要再惊扰。滚！沈清堂，我们谈谈。再过1炷香的时间，给你发丧的人就要来了。倘若你还不醒过来，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我们俩做过什么。我更不介意让他们再看点自己的东西。裴宗之，不装了，利用假死来离开我，这便是你的选择。与其一边受尽屈辱，夹缝求生，一边又是你步步紧逼，被当作砧板鱼肉，我宁可舍出性命去死。你这些手段，骗骗外人也就算了。妹妹生于灵川，金江带湖，自幼水性极好，长于调香世家，调一味归西假死的药，并不难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记住方才的恐惧，沈清堂。一旦我再发现你要试图逃离我的身边，即便是你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妹妹是知道的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说你去招惹他干嘛？你要害死我！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不该动击到妹妹，我求你看在我怀着裴家骨肉的份上放过我。掌掴他的是右手，把他按下水的手又是哪只手呢？住手！子母，孽障！你这是想要裴家绝后吗？你若执意要杀，就杀老慎好了。他要杀沈清堂，不过是一命抵一命，很公平。这人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若执意想要为他讨个公道，我依你便是。从今往后，天水巷之事，府中谁也不许提起，绝不会有任何人再刁难于他。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好啊，就依祖母所言。不过，贱婢行路，谋害家人，裴景明任由杜父为虎作伥，罪犯不查。从今日起，去庄子上思过，非死不得再踏入裴府半步。你
你也不是一个要求死的人，为何不好好喝药？兄长先前的交易可还算数？是不是只要我答应做你的女人，你就可以满足我一切的要求？一切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所有害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行路的惩罚还不够，那不如这样，加上他腹中的孩子，一尸两命，够不够？哥哥何必装傻？你我都知道，想让我身亡命陨的另有其人。果然是亲疏有别，流着一样吃人的血，才能够成为一家人。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我想要的，却一件都办不了。日后，我会用别的东西来补偿你。不必了，因为我想要的，永远是你给不了的。沈清堂，你一定要这样惹我不快吗？是你将我拉入了深渊，你竟然还敢奢望我来爱你，哄你开心，给你圆满。你受伤了，快去帮我找一些治伤的药来。你别在我这儿，要死，去别的地方死去。让你失望了，这些伤还死不了。小姐，老夫人来看您了。你快走，不能让祖母看见，快走！我不。清堂见过祖母。我知道从之护着你，但西院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你该劝着从之一家人别再追究了。怎么了？清堂没事，就是昨日受了寒，现下有些腿痛。不过祖母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早些歇息吧，改日我请宫中的大夫来给你瞧瞧。清堂谢过祖母。出去。伤太重，行动不便，今晚我就留宿在这里。裴从之，别动，就这样，一夜就好。就算你我此生同床共榻，心却永隔着千山万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醒了就尽快离开吧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看来伤口还是疼得轻了，你又想干什么？
昨夜我说的承诺还算数。我不想失去世上仅剩的家人。你还有何所求？若想好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想回灵川，过回8岁之前没有来到皇城那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有你，无你，我都情愿。又是一件办不到的。罢了，你走吧。让我想一想。晏叔，在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辞官了，去过闲云野鹤的布衣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公子，您不会在说笑吧？朝堂少不了您这样的股肱之臣，裴府还要依靠您当家兴业呢，您怎么能走呢？说笑而已。吩咐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甜水巷的事已经办完了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平南王虽然已经离开，但在城中留了许多耳目，伺机混进裴府，都已经处理过了，不会令平南王那边起疑。平南王拥兵自重，狼子野心，他的目标是沈清堂身上的藏宝线索，找个妥帖的人看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这里。是。至少在这个裴府，我还能护他无虞。老天爷开眼了，成亲了，成亲了！怎么了？甜水巷新来的花魁游街，据传她的相貌跟小姐十分相似。如今大家都传言说当初是有人看错了，将她认成了您。唉，现下小姐的污名终于能够洗清了。漫天的流言转瞬即清，只能是他的手笔了。是大公子做的？那看来大公子对小姐您也是格外关心和照顾啊。无论如何，甜水巷的事情由大公子出手扫尾，小姐就不用再忧心了，也算是一件好事嘛。小姐，您不开心吗？开心。裴从之，我是否只是你手中的玩具傀儡？连悲欢生死都可以在你一念之间。我到底要如何才能逃出升天？难得老祖宗生辰，好久没有放天灯喜宴了。妹妹今日在宫中过得可还好？你还想着关心我？我虽在宫中，却听闻你与燕城世子因为流言失去了好姻缘。今日呢，是大哥特意向楚君求情，我才能回家省亲，陪你说说话的。大哥待你真的好好啊。待会儿这祈福祝词呢，你可得比别人多写几句。裴从之，我们来放这些年你对我的无度偏宠，若是永远只在兄妹之间，该有多好。老身多谢公主专程来府中为我庆寿，日后与从之成了婚，住进了府里面，便是一家人，可谓圆满了。若是日后成了婚，从之的长辈便是我的长辈，
昭和定是要将老夫人接入我公主府中享清福的。老身多谢公主记挂。不过从之孝顺，又兼爱兄弟姊妹，总是想着要把所有弟妹终身大事安排好，才肯放心与我成婚。老夫人，清堂妹妹此前虽与燕城世子错过，但少女韶华易逝，也该早早为她安排下一桩良缘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大公子极为爱护清堂姑娘，那些上门求亲的贵胄，他是一个也瞧不上呢。那不如交由我来安排，让皇兄给妹妹赐一桩情不可却的好婚事。好啊！小姐，是燕城世子。清堂妹妹，退婚非我本意，得知你受欺辱，更是日夜难安，苦心筹谋。若你亦有心，今夜虚实于东街，你我私奔，从此天高海阔，白首不渝。在干什么呢？这般慌张，可是藏了什么好东西？方才画天灯时，一时没注意，手上沾染了墨汁罢了。这上面的祷文尚未写完，哥哥若是得空，不如帮清堂添几笔吧。由我带你祈愿。看来你不与我置气了。今日是老夫人的寿宴，清堂不是那般小气之人。这灯上的词，我不喜欢。裴从之，你疯了！你应知道，这便是我心中所想，别无他求。我的要求，你无疑能够做到。况且，你跟昭和的婚期快到了吧？你的所求，这些时日，我有认真考虑。我会竭尽全力，完成你心中的所有愿望。无论是与昭和退婚，还是回到灵川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你可愿意等我？好啊。既如此，这便是你我之间的誓约。清堂，你定要遵守。我虽现在不能陪你回灵川，但这只发簪是我从灵川寻回的，属于你母亲的遗物。母亲，你看我这个簪子，好看，是不是特别衬我？你戴什么都好，真好！哎，母亲，你看，都飞上去了，好高啊！这里可不是任由你肆意妄为的公主府。好一个兄友妹恭！裴从之，本宫来你府中，不是看你与那破落户上演郎情妾意、私相授受的戏码。这不是私相授受，我会把它变成正大光明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下旨前，微臣已经向陛下请求，取消你我二人的赐婚。什么？你怎么敢？这不可能，关乎当朝公主颜面，
皇兄断不可能答应你如此荒谬的要求。公主是觉得自己的千金之躯和颜面能值几钱，能比得过微臣这几年的奔走换来的藩邦10年岁贡、邻国休兵止戈吗？你不过是一介皇家走卒，竟妄想蚍蜉撼树与本公主叫板。公主若不信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好，那就看是你的退婚快，还是皇兄给沈清堂赐婚快。清堂妹妹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之前你我的婚事，甜水巷谣言，是我未能真正保护你，是我该死。我知道，燕城哥哥也是身不由己，又怎会怪你？我离开时避开了裴府众人和眼线，应该不会被人察觉。带我走吧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避开这凡尘俗世，往后的日子都有我陪着你，不再让你受委屈。下。从之，你我相识10数载，能否看在往日情谊，高抬贵手，让我带清堂走？我定会好好对他，绝不辜负。燕城世子，我妹妹年纪尚浅，不懂事，可我身为哥哥，自不能容她做出私奔这般大逆不道之事。沈清堂，还不过来？此事是我主张，不关清堂的事。难为燕城世子如此情深义重，妹妹，不如趁现在，将这段时日的真实心思也一并相告吧。你可要考虑清楚，你若真走，有些人此生就再也无法见到了。承蒙世子错爱，只可惜你我之间有缘无分。望君余生安康顺遂，仕途坦荡。清堂，你别怕，跟我走。世子殿下，清堂对你从未有过半分珍惜。我不过是贪图平南王府的权势，贪恋荣华富贵而已。而为何偏偏不曾见过自己？我不信，你为何会突然说出这种话来？那我们之前的相处，那算什么？因为我做腻了养女，只想做高门贵族，嫁别人都一样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远离，恨你念你，如何把你抱紧？都怕一缕春风惊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裴总之，
你为何就是不肯放我一条生路？你不会再有生路了，沈清堂。落日飞花，让破碎随风飘零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沈清堂，不如你告诉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逃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放开我！你与他许诺生死相依的时候，可曾有想过我半分？别碰我！你就那么恨我？对，我恨毒了你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已经跟燕城双宿双栖，远走高飞了。那你就那么爱他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不懂得爱为何物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一直逃，直到永远离开你。沈清堂，这些年我孜孜以求，费尽心思给你最好的，你还不够满足？当初若不是我把你带进裴府，你以为你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这世上有那么多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地方，你就那么想去？像如今这般活着，没有尊严，也没有自由，我宁可死，也不要待在你身边。明明是你失信在先，为什么到头来错的全是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果10年的光阴都换不来妹妹的爱，那么妹妹的恨便是尝我的药。那日后，裴从之似乎疯了，疯得彻底。或许真的是我错了，不该在那个雨夜叩开裴府的门。我明知道他的存在是我这辈子走不出的深渊，但为何我会在这无数个日月晨昏难以避免的沉溺，心动无法自拔，只能暗中服着婢子药。他固执地问我爱不爱，可爱也好，恨也罢，若不得自由，有何意义？裴从之，今生今世，我一定要让你输得彻底。你嘴上说讨厌我，但你的反应骗不了人。清堂，你告诉我，你对我有没有哪怕片刻的喜欢？我对你，哪怕有过一点点的喜欢，但我从小便知，你我之间犹如鸿沟深渊，它永远在那儿。有着一点点的喜欢，便足矣。清堂，你肯踏出这一步，剩下的鸿沟山海就由我来踏平。好。昨晚弄疼你了？裴从之，你闭嘴！你若生气了，以后不这样便是。子期想要你入宫，念你念的紧，我已待你应下，全当消遣。你可愿去？好好好，你快放开我！
走吧，妹妹，别让祖母等急了。金堂向祖母问安。孙儿向祖母问安。坐吧。清堂姑娘，你这腕子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昨夜不小心被蜈蚣爬了，进来这些蛇虫毒物可恶得很，防不胜防啊！祖母也得多加小心。大公子，你这又是？叫府上的野猫给抓伤了。无碍。出来见一次子期，就这么高兴？子期如今久居宫中，我与他鲜少能相见。他原又是裴府中少有的真心待我之人，心思纯净，不比某人奸诈。这有何难？你若想见他，奸诈某人带你来见就是，只要你高兴。裴从之，你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不清楚，但是比起从前，你好像多了些血肉。你也不一样了。这是在宫中。哥哥，清堂姐姐。姐姐，趁着从之哥哥渐渐圣上，我俩正好可以多相谈一会儿。哎，姐姐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同从之哥哥在一起多久啦？你刚才都看见了。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……如今我已成婚，怎会不通男女之事？哥哥他看你的眼神啊，可不清白。哎呀，如此也好。这世道女子艰难，此前我得知你与燕城世子的婚约作罢，很是忧心。可如今若有哥哥护着你，我便相信姐姐未来定会无虞。子期，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与他是兄妹。你与裴府并无血缘关系，何必拘泥？况且以前我就觉得哥哥对你啊，总是格外偏宠。现在想来，这份宠爱不是兄妹情，反倒是他心中有你的证明。那些偏宠，倒不如说是他的控制欲作祟罢了。哥哥入世那年才17岁，他高中状元得以入翰林，陛下赏赐了他一块火山玉。哎，我和裴景明想看看他都不肯给，却送给了你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还有一年，他去永州治水，我不懂事，想诓他快点回来给我带永州的绿豆糕，便传书去，谎称你高烧。那永州到皇城3天的路，他1天1夜便回来了。只不过他回来那日，马倒了，他也倒了，就是。怪不得那时整个裴府的大夫都往贵衙院去，我还以为是他遇了袭。就是此事太过于丢脸，
他勒令我不许向你提起。你在他心中比很多东西都重要。如果他心中没有你，怎会拒绝那么多世家闺秀？姐姐，你何不放下心中芥蒂，试着接受他，看到他的好呢？如果当年的雨夜没有发生过那个惨剧，你我之间是不是被心有志气，前路有未来？沈清堂，昭和公主，你引诱平南王世子私奔，又有被人伦勾引兄长，还敢来宫里？今日本宫就治你个有违纲常之罪。沈清堂，若是毁了你的脸，撕破你的伪装，看看他还会不会把你视如珍宝，偏帮你，相信你？你滥用私刑，伤了我，又岂能全身而退？哼，可笑！你什么身份？我贵为公主，便是杀了你又如何？裴总之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昭和，你竟敢伤他！我就伤他了，我还要让皇兄治他死罪。只怕陛下现在无暇顾及。袁国举兵来犯，陛下意欲和谈，最好的方式便是派你前去和亲。王口拔舌，皇兄不可能让我与那糟老头子和亲。你是一国公主，生下来便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你也该承担你应尽的责任了。责任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裴从之，你为了一个沈清堂带我至此，他不过是一介贱民蝼蚁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稀世珍宝，你连他半分都不及。我来帮你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。你为了救我，落下这伤，任凭岁月我看着难受。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。是悲是喜，我既然承诺要庇护你，自然不能让你落入险境。你真的要为了我作废与公主的婚约？既答应你要给你未来，我是认真的。沈清堂，我既要了你，便会给你我许过的。这不只是交易，也是承诺。今天你去找圣上的时候，仔细同我
说了许多。他说你是真的爱我。裴宗之，我想和你真正开始试试，能不能走完这一生。只要你愿意。不管他是出于真心所言，还是被你安排的说客，我都相信他说的，你爱我，而这也是我可以赢你的唯一筹码。小姐，您真的要自己去见大夫人吗？她可不是什么好相处之人，先前还那般对您呢。既然我选择了和裴从之在一起，那他便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一道坎。采薇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今天是父亲的忌日，即便你再憎恨他，也该为他好好上炷香。裴玉便是死千百次，都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，我怎么可能祭奠他？你究竟是因恨不怨，还是心中有愧无法面对？也罢，为了情夫谋杀亲夫，这桩罪你又怎么敢认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对你已经倾尽所有，为什么要用裴子期那个野种来报复我？为什么？说！你就是不如他！一定要杀了那个野种和奸夫！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儿！杀了他！父亲，杀了他！父亲，走开，滚回去！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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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。父亲，不能让人知道今天这一切，否则我让这个裴府永无安宁，不得其死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。父亲，不能让人知道今天这一切，否则我让这个裴府永无安宁，不得其死！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错怪了他。显赫一世的大将军，没死在石守城山的战场上，却死在了挚爱之人的手里。是他先威逼于我，他死有余辜。威逼？你早就想让他死，你长期在他的餐食里下毒，你以为能瞒天过海？姜文，你为人妻为人母，你都不够资格。若你还想让你的相好活命，你最好多取父亲的灵钱，磕头忏悔。你惯会用他来威胁我，那你就没有一丝把柄，半分软肋吗？你以为你能一直将沈清堂的身世隐瞒下去？
他背负的秘密足以断送整个裴府。我会竭尽全力护着他，即便他的身份暴露，我也能拨弃万事，带他远走天涯。我的身世究竟有何隐秘，竟能覆灭整个裴府？可你最爱之人的性命，也就在我的一念之间。你是为了江晚那句话而来的吧？你知道我在。在我决定要为你我争一个未来的那刻起，我的一切与你便不设防，不隐瞒。这些秘密在你手中，做护盾也罢，做刀剑也罢，我都不在乎了。你就这么放心我？你已经答应与我此生共白头，不是吗？我只是在赌，你对我究竟有没有真心而已。那便以此酒恭贺你我之间重获新生。恭贺你我之间重获新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的身世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我身上的刺青又象征着什么？青堂，你问我任何事情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但唯有此事，我暂时无法告知于你。此事牵扯太多，若我没有万全的把握，定会将你置于险境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太晚了，若是早些知晓这一切，也许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我和你已经走错了路，并入了骨，又怎能相爱？我们之间止于输赢，不会再有生死相许。怎么，还没真正上位，就要迫不及待的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了？江夫人折煞我了，我的目的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竟还是想逃？你与那裴从之在老太太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，难道都是演的？这个宅子里假意太多，人人都想着算计，没有谁能够真正幸福，所以我不想留。可笑那裴从之机关算尽只为你，你竟还是要离开他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你想离开，又与我何干？我知道，他把你的情人关在哪里。江夫人怕不是忘了，之前你是如何对我的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错了，我这次过来不是交换，而是威胁。江夫人只管想着
该如何尽心竭力的配合我。若你还敢存私心，我会用这块令牌，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是我看走了眼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厉害。你的确不会是下一个我，你是另一个他。事成之后，我再放你的情人自由。这个刺青始终是个祸端，现在有蝴蝶的样貌掩盖，不会再有人知晓，算是除去了一个隐患。一个刺青能有什么隐患？真正的祸患，恐怕是我自己吧。又是因为一场瘟疫，双亲去世。大病之后，便忘了临川往事，只能凭借祖母留给我的信物来到裴府。我时常在想，若是那个时候，哥哥没有带我进府里，又会是怎样呢？妹妹后悔了。从前有过，如今我不后悔。一直想问哥哥，哥哥每次看我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一面要我费尽心思的求生，一面还要我感恩戴德的动心。我对妹妹的坏，妹妹好像记得一清二楚。那我对你的好呢？从小到大，哥哥待我无有不是，对我这个名义上的妹妹，比待自己的亲妹妹更好。可哥哥不该如此处心积虑，反令你我之间隔阂更深。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对你耍心机城府，倾尽所有，终此一生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只是我的身份似乎牵扯心密，我怕裴府不会受牵连，日后你更不会有事。不日，我便向祖母挑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的身世将被永久封存，今后世人只会知道你是我裴从之的妻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会试着接纳你，试着爱你，试着与你此生白头。即便如此，这辈子我都不会是你的妻。
我要娶清堂为正妻。你们身为兄妹，竟暗通款曲，可还有半分的礼仪伦常？这门婚事绝无可能。裴府好心收养你10数载，竟不知你心机如此的深重。你给我滚出裴府去！谁敢！今日我来，不是与祖母商议的，而是来告知您，我心意已决。你难道要像你父亲那样，为了一个女人，把整个家族弃若敝履吗？孙儿这20年以来，汲汲营营，从未行差踏错过半步。为了裴府一门，更是倾尽所有。现在，我只想娶一个自己的心悦之人，为何祖母就是不肯让我如愿？即便祖母不肯同意，清堂，我决定了。从之，你为了他，不要祖母了吗？是祖母不要孙儿了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皇兄！他不可能让我去和亲，他分明应了我嫁给裴从之的。殿下，您别再想着裴大人了，他已经和那养女定下婚约，天下皆知。木已成舟，皇命难违啊！您就安心待嫁吧。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裴从之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你千辛万苦求来的这门婚事，才是送我离开裴府真正的助力。婚服到了，放那儿吧。昭和，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来碍我的眼呢？你抢走了裴从之，毁了我的人生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沦落到和亲嫁人的地步？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嫁给裴从之，没有想到时至今日，你竟然还在恨我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裴从之对于我，就像皇家对于你，都是我们难以反抗的命运。即便没有我，你也没有办法嫁给裴从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是恒国的公主，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。你当真看清过自己的命运吗？你真的以为就凭着裴从之寥寥数语，就可以左右一朝公主的婚事？做决定的人从来都不是他。当没有外敌的时候，你是皇家拿来笼络朝臣的筹码；若有外敌来犯，你便是维护朝廷颜面的牺牲品。在他们的万里河山面前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意舍弃、肆意践踏、被亲人摒弃的棋子而已。这怎么可能？皇上他明明最宠我，他说他永远会只宠我一个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
皇兄明明最宠我，他说过他永远是我的倚仗，这不可能。所谓圣宠，不过是他人编织出来的梦幻泡影。赵和，你该清醒了。你如果将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永远等着一个男人来爱你，你就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，荒谬一生。你真的甘心吗？你我都是同病相怜的可怜人，你不该恨我。怎么会？好痛，好痛！你怀孕了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喝了避子汤，怎么会？赵和公主擅自出宫，伤我妻子，这笔账我定然不会轻易放过。青堂，殿下，青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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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沈青堂，回去吧，殿下。青堂，走吧。青堂，青堂，你别吓我，青堂，青堂，皇命难违，别再犯下更大的错啊！啊！大夫，大夫，青堂。来，快喝！热水来了，热水！大兴，来，这个给我，我去洗。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再去换一个。好，小手洗。娘亲，娘亲，我不想离开你。好孩子，别哭，快离开这里，投奔裴府。记住，自己好好活下去。日后若是寻得机会，去找平南王。实在是没办法，孩子没保住。青堂呢？小姐忧思过绪，我这就去配上好的养生药。公子，还好沈姑娘性命无虞，你要不先去看看她？青堂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，但你也不必这么苛待自己的身子。是你吧？你知道，我一直在暗中喝着避子汤，于是你偷偷命人换了药。是吗？
是。落日飞花，总之，若不是你这么做，我断无可能怀上你的孩子，更不可能无端端就失去了我的孩子。可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难受。你口口声声说会接纳我，想跟我共度白头的。你说过你会爱我的，你为何还处处防备算计？你所谓的真心到底有多少？因为我不想在这深宅大院之中再生出下一个重复你悲剧命运的孩子。沈清堂，梦过不留痕迹。这高门大户困住了你，你又来困住我。如今这恶果，都是你我的报应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落日飞花，让破碎随风飘零。心中藤蔓，是柔情还是荆棘？谁的声音？在裴府这个囚笼里，你是我唯一的寄托和希望。唯有在你面前，我才能真正做自己。哪怕是以恶劣不堪的方式，我也想要留住你。终究是我错了吗？公子，沈姑娘她不见了。公子，姑娘房间里也都找遍了，东西都还在，只是人走了。已派人在府外搜寻，都没有沈姑娘的踪迹。门卫也说没有见到姑娘出府。以他的能力，定然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人在帮他。把所有人派出去，通往城外的路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你来了，是你放走的他。你若还认我这个祖母，就歇了去找他的念头。从今往后，就当世上没有沈清堂这个人。沈清堂，我当年就应该把你这个祸害赶出裴府，何至于现在走的走，没的没，让裴府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心知再造之恩深重，从一开始也是想要将您视作我的亲祖母，真心尽孝报答。可是从祖母要把我嫁入西院那天起，一次又一次的把我往火坑里推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尽心竭力的讨好，都换不来半分真心。我对裴府的最后一点情分，
都死在了你们想要置我于死地的那夜了。今日我来，是想恳请裴老夫人助我离开裴府，离开裴从之。胡闹！你与从之的婚讯天下皆知，如今你又要悔婚，你让裴府的颜面往哪儿搁？裴从之他已经答应我，若我与他在一起，他便愿意放弃皇城生活，跟我回到临川。您说，裴府的未来与颜面，哪个更重要？裴玉对江婉痴迷半生，一事无成，你如今又要为了一个狐妹子放弃裴府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儿子、孙子都栽在女人手上。你们想的全是裴府一门的荣辱和将来，有想过我真正想要的人生吗？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，也没有人可以再继续控制和威胁我。裴从之，你个不孝子孙！身世之谜，今日申时，城外相见。公子，小姐果然是从府中密道逃出，已在城外觅得小姐踪迹。只是什么？通往城外的路上，有3个方向皆有小姐行踪，真假难辨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把他送去了何处？没想到你也有求我的时候，可笑你为了他的离开如此焦急，他走的时候可是对你毫无留恋，厌恶至极。那他走他的，我找我的，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到。他对你就这么重要？他把我视作救命稻草，但其实是他给我一潭死水的生活带来了真正的生气。在这个府里，只有我知道他的坏，也只有他明了我的恶。我们都知道彼此最脆弱、最阴暗的一面。我此生非他不可。多谢夫人相助，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。你我分明是同病相怜，你却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而我被困在这裴府半生，未来也将永远困在那里，无法与他光明正大相爱相守。你走吧，这也算是对裴从之最后的报复。你最该恨的人是你自己。你因为自己不幸福，将愤恨悉数发泄在裴从之身上。这些年里，他从未感受过一丝温情，你却还要他以德报怨，为你隐瞒杀夫祸事。你可知这些年，他日夜都活在阴霾之中，不得一日快慰。他本来可以拥有很好的一生，不必承受这一切的痛苦。江婉，今日你与所爱不得圆满，都是因果报应。他对你的确是有些真情，只可惜他也不会告诉我他去哪儿了。
他走得彻底、决绝，你们这辈子注定步我的后尘。那你想等的那个人，再也不可能来了。你们去黄泉地府见吧。我已经将你当年罪证递至官府，你余生在牢狱，自告忏悔吧。公子，沈小姐逃走的其中一条道上，发现了平南王的人马。沈小姐的出逃会不会和平南王？备马！撤！平南王爷，您与我母亲竟真的是旧识。孩子，我与你总算是相认了。你的母亲是前朝皇妃，而我亦是前朝旧部。你是前朝皇室仅剩的血脉了。我是前朝血脉。孩子，至于你的母亲为何让你来寻我，便是为了让我来助你复国。不，我命如浮萍多年，深知门楣桎梏，血脉身份带给人的身不由己与苦难。而如今四海皆安，我也只愿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安宁度日。我不愿再起纷争。哼。只怕现在由不得你了。带走。是。公主还不说吗？继续受刑，命可就没了。受朝禄而揭竿者，是为贼。复国只是幌子，我也是自己早就想翻了吧。是又如何？如今你落在我的手里，即便不愿出面诏令，我也照样能够号令得动三军。告知我前朝皇陵的藏宝之处。当时我尚未出生，怎会知道？不用诓我，你是前朝仅存的皇室血脉，你母亲死前必有托付。你今日和盘托出，还能少受点苦。现在以蝴蝶的样貌掩盖，不会再有人知晓，算是除去了一个隐患。你问我任何事情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但唯有此事，我暂时无法告知于你。此事牵扯太多，若我没有万全把握，定会将你置于险境。我不知道，你再问也是无益。本王有的是耐心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命长。哼！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你光会用它来威胁我，那你就没有一丝把柄，半分软肋吗？你能一直将沈清堂的身世隐瞒下去？他背负的秘密，足以断送整个裴府。我会竭尽全力护着他，即便他的身份暴露，我也能拨妻万世，带他远走天涯。裴宗之，原来从前你让我远离燕城，又阻我加入平南王府，竟是为了保护我。
以防我落入今日境地。原来是我一次次怨错了你，可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曾开口？难道在你的眼中，我就那么脆弱不堪，无法与你共患难吗？青桃，燕城，你怎么会来？对不起，青桃。直到如今，我才知晓父亲这些年他对你的所有谋划和心思。没想到，我求取你的真心，竟也沦为了他谋反的诡异伎俩。这不怪你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我带你走。走，慢点。驾！驾！驾！玉玉，裴宗志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拦我第二次。平南王豢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早已沦为叛贼。你作为反臣之子，难逃其罪。若你带走沈清堂，你拿什么护他一生？青桃，没想到终究还是没能带你离开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定早些来寻你。燕城，裴宗之，以后无论他是你的至亲还是挚爱，都别辜负他，定许他一个最好的未来。保重。裴宗之，裴宗之，裴宗之，我后悔了。我以前做剥夺，我不该强迫于你。
热姐，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，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，是悲是喜，是转念成空，又怕休日与指缝，缘来缘去都一样匆匆。夜梦中，可是你的面容，只怕流光似一场梦。痴人啊，为谁情深意浓？而桃花，又何必笑春风？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，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。白日同行，晚来同眠，到天明相注定。同情共诉，掌胸如风。又怕少年之后，缘来缘去都一样匆匆。对不起。夜梦中，可是你的面容，只怕流光似一场梦。痴人啊，为谁情深意浓？再重来一次。而桃花，又何必笑春风？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。夜梦中，你不要死！我带你走，我不会走。只怕流光似一场梦。痴人啊，谁情深意浓？而桃花，又何必笑春风？而桃花，又何必笑春风？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吗？这里是何处？小姐，您又忘了，这里是临川，你的家啊。哦，我是你的丫鬟采薇，您都不记得了？啊，我又忘了。前些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进山采草药制香，您不慎跌下山坡，大夫说淤血压迫，很有可能失忆。您这会儿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采薇，那日我滚下山崖，是只有我一个人吗？我是否是骑马去的？与我同行的可否还有一位公子？哎，哪有什么公子啊？那日是我陪您去的山上。小姐，您还是再休息会儿吧，我去给您抓药。好。来了。前几日
拿的几副药，你家主子喝了可爱见效？您给的药效果都挺好的，我家小姐现在已经醒过来了。除了她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大夫说，人经历大悲大痛，会刻意忘掉那段过往来麻痹自己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记起来了。这还有几副药，回去按时煎给他喝。大公子，我家姑娘现在已经前程尽望，若您真的爱她，还请放过她，此生相忘吧。他恨我，不愿记得我。若他心中唯愿心生，那我也可以不做陪从者。若这一次我们重新来过，他还是无法接受我，我定会彻底放他自由。公子，都办好了，我抓了条小蛇，就放在清塘姑娘前行的路上，等她被蛇吓到。哎，您放心，无毒的，到时候您便尽管出手相救。大公子，你知道我家小姐最不喜欢你的，就是你那800个心眼子。我生来便是这样的人，我只会如此。按照你说的，俘获一个女人的心，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，真的有用吗？公子，您相信我，这民间话本都是这样写的。哎，快了快了，就在那朵大臭花附近。当心，姑娘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一时狡猾。多谢公子相助。举手之劳，姑娘不必客气。姑娘会来此，许是本地人吧？我是一名镖师，也住在灵川镇上。你的脚真没事吗？我没事。不过，这位公子，我们之前是否见过？或许吧，我看姑娘也眼熟，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总觉得姑娘格外亲切。那我们走吧。是燕城世子啊！我看呐，果然还是他们二人更相配呢。又是他，怎么哪都有他呀？采薇，今日护送我回来的那位公子，与我近日的梦中人很是相似呢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或许这就是日思夜寐、天赐的良缘。小姐，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，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有来有往。那，小姐您何不趁热打铁，将这贴身的香囊赠予他，以表谢意啊？
首府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也在吗？看来我们来灵川此地的心思是相同的。平南王一脉举兵谋反，犯下滔天大罪。你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平南王血脉，不该安分些吗？首府大人说的安分，是指我这样的身份和清堂敏感的身份，不该再见了吗？不然呢？原本我父亲的罪名，足以连坐9族。若不是从知你这样的清臣在朝中斡旋帮忙求情，我们平南王一脉的确早已断绝，我也无法站在这里同你如昔日般相谈。从之，这件事上，我永远欠你一份人情。但恩有恩报之法，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份恩情便放弃追求清堂。现如今，我是布衣平民，永不可入朝为官。清堂身份的秘密，我相信在你的保护下，也会永远深藏。我跟清堂再续前缘，实际上要比你来得堂堂正正。你不觉得是在找死吗？说是我死，你能够得到清堂的真心，倒也罢了。可是从之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一生太过肆意孤高，根本不知道如何真正爱一个人。从前你伤他颇深，现如今，我更不会轻易将他再推向你这深渊之中。我从来不懂如何真正爱人，又有谁教过我？沈清堂，公子，你认得我？请问公子你是？啊，我是你隔壁新搬来的邻居，姓裴。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我听采薇说起过你，她说我日常所吃之药都是公子配制的，好多都还没有收我们钱，算起来是清堂的债主，真是多谢公子了。区区几副草药，不值几钱。裴某听说沈姑娘的调香手艺高超，日后送几副香囊便是。好呀。啊，我见姑娘手里这个就极好。这个这样就两不相欠了。裴公子，我们家姑娘不在啊？不在？那院里人难道是鬼吗？你闻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说的不在，是想请二位有点子成人之美。你们如今只是近邻，不要耽误我家姑娘跟燕城公子相好。裴公子，这是？今日上山采药的时候多采了几株，想着药香同源，你这指不定能用得上，便给你送过来了。等着瞧。
多谢裴公子。不知道裴公子是否听过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？我读书少，没有。裴医师长了一副经世之才、学识渊博的模样，燕某觉得你该懂的。那燕公子也长着一副武夫的样子，难道生来便懂得如何杀猪？你这燕城世子嘴皮子实在不灵光，从小到大没一次赢过我家公子。人家那叫质子，哪像你家公子，说起话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家公子那头脑好。听闻你偶感风寒，可有好些？啊，已然好的差不多了，多谢裴公子关心。这是你上次夜里落下的。我说这几日怎么都找不到，原是在你那儿。这次裴公子想要什么感谢？不必如此客套，我想着，我应当比你年长一点，不如像喊他一样，喊我从之哥哥便好。好啊，从之哥哥。妹妹。哥哥，从之哥哥。青桃妹妹，无故收他人东西，是要回报的。这些草药，梧桐山上多的是。明日我再带你去采。好啊。人家燕公子多好，从之哥哥，怎么了？从之哥哥，最后肯定是燕公子赢。从之哥哥，妹妹，奇怪，为什么每次想到他，心总是跳得不似寻常？小姐，怎么了？采薇，你说裴公子跟燕公子哪个更好？小姐，你怎么还挑起来了呢？这当然是护过你的燕城是更好的那一位啊。采薇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一直都不太喜欢裴公子，可是他对我也很好啊。小姐，这世上呢，有些人对你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，比如说燕城公子。奴婢觉得呀，像他那样的朗朗君子对您的感情才算是爱。裴公子纵然一表人才，但是他为您付出1分，却总是要2分谢礼。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？他确实是有几分如此，但我每次也是本能的想要回馈他点什么，但是奇怪了。小姐，您不欠他什么的。听奴婢一句劝，燕城公子才是良配。哎，我跟青堂都约好了，你为何又来了？我是悬壶济世的医师大夫，又懂得一些岐黄之术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好，那裴大夫，我一看到某人呢，就觉得气血不畅，淤堵不快，你能否帮我看看，到底是什么症状？是心胸腔体狭小之状，没什么大事。严公子，自己多加注意即可。小心！怎么样？他的伤势很重，若不赶紧包扎，很难坚持到医馆。赶紧先止血。快，我这有药。好，坚持住。
如果我们再重来一次，能不能原谅我？我昏迷的这段时日，他就当真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确实一次都没来过，反倒总是和燕城那货在一块儿。哎呀，大公子啊，我家姑娘跟燕城公子那是情投意合，婚事将近，您还是放弃吧，对彼此都好。哎，燕城公子啊，哎呀，您可算来了，我家小姐一直在屋里等着呢，快跟我来吧。好。这儿。原来没有我，他可以活得更好。是我输了。青桃，你来了。我昨日看你精神不济，这块暖玉可以温养心神。给。哥哥入世那年才17岁，他高中状元得以入翰林，陛下赏赐了他一块火山玉。我和裴景明想看看他都不肯给，却送给了你。你何不放下心中芥蒂，试着接受他，看到他的好呢？你不喜欢吗？那我改日再给你寻些别的宝贝来。抱歉，我只是有些疲累。世子，我去给你沏壶茶了。青桃。你早就想起来了，对吧？想起来了，也见到了原本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的人。那日，你很担心他，即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还是依然念着他。过去，我总以为我恨他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离开他。可时至今日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们早就是世界上最密不可分的两个人。我对他的怨有多深，爱便有多深。对不起，燕城，这段时日让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无需道歉，青桃，是我心悦于你，我就想竭尽全力的对你好。但有的感情，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拥有，对吧？哦，你还记得初见的时候吗？我答应你要去看大漠的风光，日后你要想来看了，就以紫玉为信，定要来找我。
青堂，如果我比他先遇上你，你爱上的那个人，会不会就是我？燕城，镇住！情意深重，永存我心。对不起。裴公子，今日我有事想同你说。我也有话要同你说。青堂姑娘，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不日我便会回到皇城。回皇城？我本在皇城为官，因私来灵川暂住。如今势必，我也该回去重拾仕途家业，尽一方之任了。是啊，万人之上的首辅大人，又怎会舍得同我做这乡野百姓？可能忘了我，对你来说才是好事吧。也好，那青堂便祝裴公子回到皇城之后，可以平步青云，得偿所愿。落日飞花，让破碎随风飘零。心中曾问，是柔情还是荆棘？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？被蛊惑的心，可否看得仔细？如何我也祝你和燕城在这场梦里如何转身逃离？爱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，穷尽我好奇。公子，伤口可是又痛了？无碍。公子，现下对姑娘之事，为何如此情切难为了呢？由爱生不，经历这些，又怎会像从前那般妄为？公子何不言明真心，将姑娘从燕城手中抢回来？这一次，我不想逼他。如若这是他的所愿所求，只要他快乐、知足，便好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不是去见燕城公子了吗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儿了？自是回大漠边关去了。小姐，你都记起来了？那您和燕城世子他……我今日去见了裴从之。发生什么了？我原本是想告诉他，我已经决定放下过往，试着跟他重新开始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他要回到皇城，去做那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，让一切都回到正轨。
当真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唉，平南王此前射裴大人那一箭，如今又突然瘟疫，我暂无良药，只能用猛药压着。只是如此下去，恐怕是性命危矣啊！我还是带公子回京，再寻名医吧。沈姑娘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家公子呢？我家公子不便见客。他不想见可以，但晏殊，你想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我不想。我曾经身染瘟疫，但是不药而愈，我的血或许有用。这药虽有奇效，只是这药中为何带有一丝血腥之气？有吗？可能是赵大夫找到一味奇药，才会如此吧。多亏了姑娘不顾性命之忧，以血入药，公子病情才能大愈。姑娘是我家公子的救命恩人，为何还要瞒着公子？为什么不远千里来这里救我的命，却又不声不响的离开？青堂只求能还了裴公子当初的恩情。我本就是个无根无伴之人，不奢望有牵有挂。萍水相逢，就此别过。你要回灵川，与燕城成婚。能不能不嫁给他？你既已回到皇城，选择做你的首辅大人，又何必惦记我这个乡野民妇？我不想做深宅大院里的主母，更不想被困在那樊笼。入仕为官，本来就不是我所求。你想回灵川，安乐自在，安度余生，那本就是你千方百计换来的自由。我不该有任何牵绊。可青堂，我舍不得。舍不得，可是凭什么呢？哥哥总说一切要从头开始，那哥哥便当当年在裴府门口从未见过我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是，我都想起来了，以及哥哥对我所做过的一切。对不起。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资格奢求你的原谅。你走吧，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燕城，我放你自由的承诺，我遵守。燕城早就回大漠去了，我与他之间从未有过婚约。裴从之，从与天的那个承诺开始，我们是心意相连的兄妹。
是恩怨相报的对手。你是秀气与共的爱人，我人生中所有的喜怒哀乐，都与你有关。到如今，又怎能轻易分离？你我之间，就该如此，生死交缠。